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你们的朋友大正 Emma。我们今天来说说截止目前为止最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公共预防指南。资料来自尊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救治总顾问钟南山，以及权威的中国疾控中心。中国疾控中心呢提示公共预防怎么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预防指南之一，通用预防篇。一、尽量减少外出活动，避免去疾病正在流行的地区，减少走亲访友和聚餐，减少到人员的密集公共场所各种活动。二、个人防护和手的卫生，外出到公共场所就医、乘坐交通工具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口罩，保持手部的卫生，减少接触公共场所、公共物品和部位。公共场所返回咳嗽、手捂之后，饭前便后要用洗手液、流水洗手，或者使用含有酒精成分的免洗洗手液。不确定手是否清洁的时候，避免用手接触口、鼻、眼等黏膜位置。打喷嚏或者咳嗽的时候，用手肘、衣服遮住点口鼻。三、健康监测与就医，自觉发热的时候要主动的测量体温。家中有小孩的要早晚摸小孩的额头，如果有发热呢，应为其测量体温，若出现可疑症状，应主动戴上口罩及就近就医。就诊的时候呢，主动告诉医生自己的相关疾病、流行地区的流行居住史，以及发病后接触过什么人，配合医生呢开展相关的调查。四、保持良好的卫生和健康习惯，这里面呢其中有6条。第一条，居室的勤开窗，要经常通风，保持室内外的空气流通，避免细菌和病毒的滋生。第二，不共用毛巾，保持家居餐具的清洁，勤晒衣被。三，不随地吐痰，口鼻分泌物一定要用纸巾包好，弃置于有盖的垃圾箱内，这样避免细菌病毒滋生以后随着空气散布在空中引起传染。四，注意营养，一定要适度的运动，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一点也很关键。五，不要接触或者购买以及食用野生动物，尽量避免前往售卖活体动物的市场以及场所。第六，家庭一定要备体温计、口罩、家庭消毒用品等等物资，以备不时之需。中国疾控中心提示，有疾病流行地区居住旅行的人员应该怎么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预防指南之2，旅游预防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是一种新发的疾病，根据目前对该疾病的认识，制定的指南适用于在2周内有武汉等疾病流行地区居住旅行历史的人员。第一，尽快到所在的村支部和社区进行登记，减少各种外出活动，尤其是避免到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参加各种活动。第二，从离开疾病流行地区的时间开始，连续14天自我进行健康状况的检测，每天2次，条件允许的时候尽量单独居住或者居住在通风良好的单人房间，并一定尽量减少与家人和朋友和其他人的密切接触。第三，若出现可疑症状，应根据病情及时就诊。就医途中具体的指导建议如下：一、前往医院的路上，病人应当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者 N95 口罩。二、如果可以，应避免乘坐各种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医院，路上一定要打开车窗。三、时刻佩戴口罩和随时保持手的卫生，在路上和医院的时候尽可能远离任何的所有其他人。四、若路途中污染了交通工具，建议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或者过氧乙酸消毒剂，对所有被呼吸道分泌物或者体液污染的表面进行消毒。中国疾控中心提示，在家怎么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共预防指南之3，家庭预防篇。一、日常避免
去疾病正在流行的地区，减少到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活动，不要接触、购买和食用野生动物，居室保持清洁，勤开窗，经常通风，减少接触公共场所的公共物品和部位。从公共场所返回，咳嗽用手捂之后，饭前便后一定要用洗手液流水洗手，或者要使用酒精成分的免洗洗手液。不确定手是否清洁时，避免用手接触口、眼、鼻。打喷嚏或咳嗽的时候，用手肘、衣服遮住口鼻。外出佩戴口罩。家庭成员呢，不共用毛巾，保持家居餐具清洁。勤晒衣被呢，不随地吐痰。口鼻分泌物用纸巾包好，弃置于有盖垃圾桶内。注意营养，勤运动。自觉发热的时候，要主动检测体温。家中有小孩，要早晚摸小孩的额头，如有发热，应为其检测体温。家庭备置体温计、口罩、家庭用的消毒用品等物资。二、家庭成员呢出现可疑症状时的建议，这其中呢有几条。第一，若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可疑症状，应根据病情及时就医。第二，避免乘坐地铁、公共汽车等交通工具，避免前往人群密集的各种场所。三，就诊的时候应主动告诉医生自己的相关疾病、流行地区的旅行居住史、接触过什么人，配合医生呢开展相关的调查。四，患者的家庭成员应佩戴口罩，与无症状的其他家庭成员呢一定要保持距离，避免近距离的接触。五，若家庭中有人被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其他家庭成员如果已经被判定为密切接触者，都应遵守14天医学观察的规则。六，对有症状的家庭成员经常接触的地方和物品呢，一定要进行消毒。下面说中国疾控中心提示的公共场所怎么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预防指南之4，公共场所预防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呢，是一种新发的病，根据目前对该疾病的认识，制定本指南呢，一定适用于各种商业场所，包括商场、餐馆、影院、KTV、网吧、公共浴池、体育馆、展览馆、火车站、地铁站、飞机场、公交、汽车站等等公共场所。下面有几条。第一，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呢，要自行健康检测，如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可疑症状，千万不能带病上班。第二呢，若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可疑症状，工作人员应要求其马上离开。第三，公用物品及公共接触物品或者部位要定期的清洗和消毒。第四，保持公共场所室内空气流通，保证空调系统和排气扇运转正常，定期清洗空调滤网，加强开窗通风换气。第五，洗手间要配备足够的洗手液，保证水龙头等供水设施呢正常工作。第六，保持环境卫生的清洁，及时清理各种垃圾。第七，疾病流行地区呢，公众呢应当尽量的减少前往公共场所，尤其是避免前往人流密集和空气流通较差的地方。下面说第五项，中国疾控中心提示呢，外出怎么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预防指南之5，公共交通工具预防篇。一、发生流行病地区的公共交通工具，在岗的工作人员应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者 N95 口罩，并且每日做好健康检查。二、公共交通工具呢，建议备置体温计、口罩等等的卫生用品。第三，增加公共交通工具的清洁与消毒频次，做好清洁消毒工作记录和标识。第四，保持公共交通工具良好的通风状态。第五，保持车站车厢内的卫生整洁以及垃圾的及时清理。六、做好人员的工作和轮休安排，确保司乘人员得到足够的休息。第六条，中国疾控中心提示呢，病例密切接触者居家医学观察该怎么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预防指南之6，居家观察篇。新型冠状病毒呢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应从与病人接触的最后一天起采取医学观察最少
不低于14天。在居家医学观察期间的具体建议如下：第一，将密切接触者安置在通风良好的单人房间，拒绝一切探访。第二，限制密切接触者的活动，最小化密切接触者和家庭成员的共享区域。第三，家庭成员应住在不同的房间，如条件不允许，和密切接触者至少保持1米距离。哺乳期母亲呢，可以继续母乳喂养婴儿。四，其他家庭成员进入密切接触者居住的空间的时候，佩戴口罩，口罩必须紧贴面部。在居住空间中不要碰触和调整口罩，口罩因分泌物变脏变湿，必须立即更换、摘下，并且丢弃口罩。之后呢，马上进行双手的清洁清洗。五，与密切接触者有任何直接接触或者离开密切接触者居住的空间，需要马上清洁双手。准备食物、饭前便后也应该清洁双手。六，洗手的时候最好使用一次性的擦手纸。七，偶然咳嗽或者打嚏喷的时候，用来捂住口鼻的材料可直接丢弃，或者使用以后呢正确清洗。八，家属应尽量减少与密切接触者及其用品的接触。九，推荐使用含氯消毒剂和过氧乙酸消毒剂，每天频繁的清洁消毒家庭成员经常触碰的物品，如床头柜、床架以及其他卧室家具，每天至少清洁消毒浴室和厕所表面1次。十，用普通的洗衣皂和清水清洗密切接触者的衣服、床单、浴巾、毛巾等等，或者用洗衣机以60至90摄氏度和普通家用洗衣液清洗，然后完全干燥。上述物品将密切接触者使用的床品放入洗衣袋中，不要甩动衣物，避免直接接触皮肤和自己的衣服。11，戴好一次性手套和保护性的衣物，再去清洁和触碰被密切接触者的人体、分泌物污染的物体表面、衣物以及床品。12，若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出现可疑症状，应立即就医。具体指导建议如下：一，前往医院的路上，病人应当佩戴医用的外科口罩或者 N95 的口罩。二，如果可以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医院路上打开车窗。第三，时刻佩戴口罩，随时保持手的卫生，在路上和医院时尽可能的远离其他人。第四，若路途中污染交通工具，建议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或者过氧乙酸消毒剂，对所有被呼吸道分泌物或者体液污染的表面进行严格消毒。本期视频到此为止，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留言评论、点赞、关注、分享弹幕。YouTube 网友呢，别忘了按下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拜拜。